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环世界的旅程了。上一期我们是解决了异常尸体啊，然后我们的许香琴进行了第一次死眠。我们先在这里点上自动唤醒，这样它的死眠的百分比到达100的时候，它自动就会醒过来了，不用我们人为的操控啊。然后呢，上一期还做的事情就是做了几个新的这个食尸鬼啊。这一期上来呢，有几个事情是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会努力去做的。一是我们现在财富值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我们的人数还是比较少啊，而且我们的武器也没有成型。我们的这个小小的阵地呢，它最适合的武器是这个链式霰弹枪。我们现在即便算上血香琴，一共也就只有4把。这个速射步枪是非常不适合这个阵地的，它在这个阵地里发挥不了威力啊。所以呢，接下来一段时间，一是换武器，二是来这个有更多的人数啊。这个阵地呢，这个就这么大的一个小的一个阵地啊，成型最少要多少人？6个射击小人。2个投弹小人啊，3个近战这个食尸鬼啊，才算是一个比较成型的规模。我们现在人数还不够啊，所以接下来呢，招人以及更换我们的武器装备啊，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啊。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接下来的袭击呢，我们想要去轻松的应对啊，就是也需要一些额外的手段。其中呢，最厉害的一个手段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拥有头衔的这个小人啊，拥有我们的这个荣誉点数的这个小人，可以从帝国获得心灵能力啊。心灵能力呢，是我们的皇权 DLC 里面加的内容啊。这个能力是我个人觉得在目前这3个 DLC 里边啊，这个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啊，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这个一个能力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灵能力了。心灵能力呢，它的获得方式主要是靠什么？主要是靠着我们的，比如说这个任务里会奖励你的这个东西啊，叫做启灵装置啊。启灵装置会获得启灵等级，启灵等级最高是6级，每一级呢都有几个随机的这样的几个灵能技能可以选啊。我这里会给大家列个表，并且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个人觉得好用的这个灵能技能啊。所以你可以在每次用这个启灵等级或者是要启灵的时候去 SL 一下，去刷这个好用的这个能力啊。然后这个是皇权 DLC 内容，有多少种获得启灵能力的方式，我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个就是我们贵族小人就可以从帝国这里通过授勋的这个仪式啊，我们每升一阶贵族的头衔，我们都可以获得一个等级啊。我们刚好呢，这个贵族的头衔一共就是6阶啊，1、2、3、4、5、6啊，从这个修士开始算啊。现在叫修士，其实应该就是自由民啊。这个自由民升文书官啊，现在这个东西叫修士了啊。哎，就是这么几个等级的这样的一个灵能仪式啊。我们一共就刚刚好就是6阶啊，这是其中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在我们的文化 DLC 里，我们都有其中一个文化就是瞎眼睛的盲眼的那个文化。盲眼的那个文化呢，有一个特殊的，这里没有啊。盲眼文化有一个特殊的仪式，就是这个盲眼仪式啊。这个盲眼仪式是要把我们殖民者小人的眼睛要刺瞎，当然我们后边可以给他上这个超凡仿生眼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把它刺瞎之后呢，一来是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小人的这个心灵敏感度啊，心灵敏感度越高呢，这个小人去做这个心灵能力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就更强力啊。所以盲眼文化跟心灵能力其实是算是匹配的吧，但是把小人刺瞎还是有点烦啊，因为仿生眼还是比较靠后的一个科技啊。所以呢，在做这个盲眼仪式的时候，如果做的这个仪式的效果是最好的，你是可以让被做仪式的这个人获得1次启灵等级的，这也是一个获得的方式啊。还有呢，一些比较通常的方式，比如说一些任务里可能会刷启灵作为奖励，或者呢，你如果敌对帝国呢，也会刷那些就是去抢这个启灵等这个装置的这个任务也会刷啊。或者呢，就是在来这个帝国的商船的时候，有可能会卖啊，概率不高，很低啊，但是也可能会卖啊。再有呢，就是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如果你是有这个部落小人开局，或者是你的小人里边有从部落里绑过来的小人啊，比如说看我们这里这个老哥应该就是部落老哥啊，你可以看一下，他这边有一个叫做灵媒类型啊，这个还不是灵媒类型有很多种啊，如果是部落的小人呢，他的这个灵媒类型呢高概率会是一个叫做自然的灵媒类型，如果是自然的灵媒类型呢，它是可以去拜树的啊，通常的就是这个艺术的这个类型啊。拜树是什么意思啊？在我们的地图里一定会刷新这样的一棵仙树啊，这棵仙树砍掉之后会有一个仙树这个悲鸣的这样的一个 debuff， 会让附近的小人得到一个心情的减益，但过一段时间这个树会长出来啊，所以一开始如果你这个树刷的位置不好，你可以考虑把它砍掉啊，等到它再长出来啊，会受一个小小的心情惩罚。然后它有一个圈啊，在这个圈的范围内你不能放人工建筑，否则都会对于这个仙树共鸣的效率产生影响。有这个自然能力的小人都可以在这里放，在这个树旁边放一圈这个冥想点，
去拜树，拜树是可以长这个仙草的，仙草每长出20个吧，好像是20簇，反正长到100%的时候，你的一个小人就可以获得1级启灵能力。这个获得启灵能力的效率是很高的啊，所以有很多小伙伴喜欢玩这个5个部落小人开局，就开局就来拜树啊，因为拜树能拿到的这个强度是很高的。这也是获得一个启灵装置的方式啊。那我们这个系列里呢，就用这个坑帝国的方式啊。什么叫坑帝国呢？因为每次我们去接这个任务的时候啊，这个仪式的任务的时候，会给我们的这个小人这个来一个布施官，布施官身上会带这2个启灵装置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那2个启灵装置搞到手，就一次获得2个，一次获得2个，3次就能打造一个满级的灵能小人，还是很快的啊。所以我们就来做这个坑布施官的事儿啊。刚好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任务啊，是要去帮照料3只啊这个麻痹症的鸭子啊，这个比较好做。虽然有一个2星级的这个机械集群啊，但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啊，我就接了这个了。这个荣誉点数呢，最好就先灌到1个人身上，因为荣誉点数越高，我们小人是能解锁对应头衔的一些头衔能力的。头衔能力我们之后再给大家讲啊，但是你先记住啊，先把1个人堆到高头衔会比较好一些啊。我们这里就只给我们的大厨去接，然后这个鸭子就到了。然后呢，上一期有小伙伴提到了啊，说有一点我这个认识的还是不够准确啊，说这个东西啊，这个烹饪的这个食物中毒的概率，它看的不是你周围的这个清洁度，看的是整个房间的啊。这个我稍微去找了一下 wiki 啊，我没有看到这个明确的描述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他说的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比如说在我们刚开始开局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摆在野外啊，这个整个室外的时候没有防烟系统的时候，它怎么算啊？它是不是就算附近的啊？这个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对的啊。但是我按照他的这个说法，我们最好把这个养动物的这个地方啊，从我们这个房间还是给它移出去啊。我们还是要打扫这个房间啊。只是这个屠宰台的话，只是血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打扫的。但是有这个动物的话，打扫起来效率就比较低啊。其实也能打扫，我们多造几个这个清洁机就可以了啊。但是暂时我们先把它移出去吧，我们就先把这个东西移出去啊。移出去呢，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那个粗饲料的这个地方给它换个位置就好了。粗饲料你只要不是露天放置啊，就影响都不是很大啊。随便放一放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家里呢也要开始做一些物品的这个收纳和整理啊，做一些置物架啊，开始为我们后边的一些这个结构做一些准备。我们再补上一个排污发电机啊，再补上一个清污泵啊，这些都是要做的。还有包括这里啊，我们再补一个充电站啊，再去挖一点啊。然后上一期最后在那个房间里拿到了一个超凡仿生腿啊，这边超凡仿生腿呢？还没开啊，但我已经预知了啊，我之前已经读过一次档了，我知道它会来一个超凡仿生腿啊。我们一会儿这个超凡仿生腿，可以考虑给我们的这个新机男啊，因为新机男的这边有疤啊，或者给我们的摄意涵这里也有疤。但是这些疤呢，在我们现在的游戏版本有了这个时间吞噬之后，都比较好处理啊。我后来一想，要不直接给我们的食尸鬼啊，因为食尸鬼的移动速度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老大因为有基因的原因啊，所以它的移动速度很快啊，但是后边这2个食尸鬼还是比较菜的啊，这个移动速度太慢了。尤其是后边我们给他们上了这个食尸鬼仿生之后，移动速度会更慢啊。我考虑这个超凡仿生腿要不要给他俩上，我有点没想好啊，因为这个东西的确很珍贵啊。我再想想啊，其实如果你有近战的灵能小人的话，给你的近战灵能小人是更好的啊。但我们这个队伍里现在没有近战啊，我的灵能小人也是远程的啊，所以我再考虑一下啊。然后这些鸭子落地之后呢，我们在家具这里放几个动物睡眠点啊，小人们就会把这些鸭子直接就搬过来了。这边刷了一个稀有品贸易商，我们先买这个3个高级零件，凑4个高级零件啊。闪耀的医药可以稍微的留一点备一点啊。其他的东西，钢血我们后边可以自己做啊，先不着急。心灵抚慰发生器啊，这个东西很有用啊，是我们应对可能的东西，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其他的东西，淬树种子这边卖好多。
狂暴脉冲是不错的，好想拿下，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我们得看一下啊。先把这2个肾卖掉，仿生腿绝对不能卖啊，仿生腿很稀有，很稀有啊，有钱都没地方买啊。然后把这虫胶卖掉，哎，钱还是够的啊。虫胶可以看到多么值钱啊，虫胶这样就卖掉了，还有200多块啊。那我们只能拿一个狂暴脉冲了啊，止痛不是很厉害，狂暴脉冲还是很不错的，可惜拿不下第2个。这边神器也拿不下了啊，只能这样了，那就先这样。给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啊，我们的这个置物架是可以在它还是虚影的状态下就圈选上，然后去选择储物筛选的，这样我们就不用等它搬过来之后才去头疼究竟什么东西该放上去，什么东西不应该放上去啊。然后置物架呢，我一般习惯放一些比较临时喜欢用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之后可能用到的，比如说迫击炮弹啊，这个东西肯定比较重要，放在这个置物架上会比较好啊。再有呢，就是像是这些芯片啊，就是我们之后能拿到的这种比较高级的芯片、超凡碎片啊，这些都比较方便放在上面。还有呢，就是像是这个神器啊，神器里边呢就是这几个脉冲发射器，还有呢，就像是我们的人体部件啊，还有杂项啊，杂项这里面的东西都是比较重要的东西，都可以放在来。然后武器里边啊，不是武器啊，衣服里边，衣物里边的这个附件啊，附件里边的这些神器啊。护盾背包啊，心灵武器啊，这些甚至护盾腰带啊、死灵背包这些都可以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比较值得放在这个置物架上的啊。先勾选这些，后面还有比如说血清啊，血清我看啊，它在药物成瘾品里啊，把这些血清也给它勾上来啊。然后选中这一个我们刚才设置过的虚影，按住 Shift 啊，然后把这些全选上，选择链接啊，它们所有的这个置物架的选项就都固定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小技巧。这边有一个事件啊，运输舱坠毁啊，这个跟我们之前的那个逃生舱坠毁的这个事件是不一样的。逃生舱坠毁的这个人，我们是可以直接俘虏，甚至可以杀死，不管都没关系啊。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运输舱坠毁呢，就默认这个人是要加入我们的殖民地的。我们选择接受呢，他就会直接成为我们的一员啊。但是比较麻烦的是，一是他有麻痹啊，我们要照顾他；二是如果我们选择拒绝。如果我们选择拒绝的话，我们的殖民地小人获得一个心情的检疫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属性吧，它有背痛啊，这个不换仿生脊椎，这个人基本上是废的啊。还不能采矿，这人很烂啊，60岁了，而且最好就拒绝啊。但是虽然会有一个心情检疫，但是问题也不大啊。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健康他就是麻痹了而已啊，就是麻痹了而已。如果放在这儿不管让他死了，我记得也是有惩罚的，所以就不是很那个什么，不是很好啊。我想想啊，我们接受了，然后再把它俘虏，应该是可以的啊。我先试一下啊，我记得是可以啊，这个用的不多啊，先把它俘虜啊。现在只能选择救援啊，选不了俘虏了。我看看征召能不能选俘虏啊？好，拘捕可以啊，征召是可以选拘捕的，那我们选择拘捕好了。然后我们看看心情这里啊，拘捕了会不会有什么惩罚啊？不会啊，拘捕了也不会怎么样，那这样就比较好了啊。如果直接选择拒绝的话，会有心情的惩罚。那这样拘捕了之后，我们就收一下过路费啊，就把它弄走就好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虚空的这些仪式啊。虚空的仪式的种类非常的多啊，小米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格啊，上面写了仪式的各种要求以及仪式的质量对于我们的影响啊。其中时间吞噬这个仪式是这个所有仪式里面排名
不能说第一啊，也是前2名的一个最强力的仪式啊，推荐大家尽早的解锁。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需要一个参发起者和一个目标。发起者呢，一般来说是我们殖民地里的小人，他可能身上会有一个疤啊，比如说以我们的这个射翼函来说啊，他身上他脚上有一个疤，影响他的移动速度。然后呢，一般来说还有一个目标，目标的这个人呢，他是会被烧脑子的，所以这个人最好不要用自己殖民地里的人，他不但会被烧脑子呢，而且还会衰老啊。我们的发起者会变年轻，目标将会衰老，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用，比如说用我们刚掉下来的这个孔灵啊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参加的小人有吟诵者的话，你可以提高这个仪式的质量，仪式的质量越高呢，这个被年轻的这个人年轻的岁数就越多，老的人老的岁数就越多。其实用处并不是很大，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并不希望殖民者过于年轻啊，一旦他年轻到18岁吧，应该是18岁到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时候，它就会有属性的影响。13岁以下就不能再年轻了啊，我们最多就是13岁以上是成年，不能叫成年，长大的一个状态。但是13到18岁小人的这个技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也不希望他太年轻，所以这个质量呢不用太高，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哎，这个衰老的，否则这个我们的目标它衰老这个速度也会很快啊。我们就是节省着点用啊，它衰老的太快呢，是吧？后边就不能再用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让射翼函在进行这个仪式啊。这个射翼函呢，它的这个腿上啊，脚上有一个疤啊，一直影响它的移动速度，导致它每次走到战场上的速度都很慢啊。我们现在呢，就帮他把这个疤给去除掉啊。这边做了3个大师级的衬衫是用来替换的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仪式的效果啊。好，这个仪式完了，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是脑子上就直接烧了一个疤啊，所以也不能说是拿一个人使劲薅羊毛，因为他烧着烧着脑子就血量烧没了，他就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负面的作用啊。然后他又老了很多的岁数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囚犯的年纪啊，由原本的60岁已经变成64岁了。然后我们看我们射翼函，哎，他脚上的这个疤就好了啊。但是呢，这个 CD 很长啊，这个 CD 还要5天，我们才能再进行第2次啊。后边我们也给我们的这个新机男也做一下这个仪式啊。然后这里也做好了准备啊，我们这边造了一个飞船着陆信标啊，这里呢是在我们的杂项这里这个地方啊。这个信标呢最近的距离就是要距离9格啊，9格以内它是不行的，所以一个是9×9的范围，就是一个飞船落点的这个范围啊，我们放在了这个位置啊。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呢，你不要放任何的东西，因为一旦放了这个飞船降下来的时候，会把这个东西砸坏啊。所以呢，与之相对应的，我们其实是可以把我们之前，比如说你家里有很多处理不了的有毒垃圾，你可以把它搬到这里啊。但是就是它的格子大小是有限的啊，大概这么大一个范围吧。这些垃圾就会直接瞬间被清理掉，这是一个处理有毒垃圾的一个方案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然后呢，我们再在这边呢放一个我们的这个聚会举办点啊。这个仪式呢，优先以就是聚会举办点这个为啊。当然，如果这个有这种高装饰度的这个房间，也有概率发生在这个高装饰度的房间啊，都有可能啊，但也有可能发生在这个聚会举办点。我把举办点就直接放在这儿啊。然后呢，在任务这里，我们就直接选择去接受我们的荣誉授勋的任务啊，就是这个文书官晋升啊，直接就接受啊。然后呢，这个仪式官就来了啊，可以看一下啊，这仪式官呢，他一定会带6个帝国的随从啊，这是皇权 DLC 的内容啊，一共就是7个人。在以前版本呢，有很多这个坑不吃官的方法啊，但很多都失效了。比如说，我记得火通房应该就失效了。现在有毒的东西也不行，如果在有毒的这种不好的环境里，这些仪式官会走掉的啊，这个也不行啊。然后呢，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呢，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有2种比较好的坑不吃官的方法。我们先说第一种呢，就是他们一落下来，我们直接就跟他敌对啊，上来就用我们的武器碾压，把他们都全打倒就完了啊。这个不食官身上呢是一定会带2个启灵装置的，如果他们有活着的人，自然最好啊。有活着的人呢，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身上的衣服剥下来，他们的衣服都很值钱啊。然后把他的这个衣服剥下来之后，拿着运输舱投回给帝国，然后有活着的人呢救回来，然后把他释放了。释放这个敌方的人是可以加好感的，也能加好感。哎，这一顿操作下来呢，虽然当你攻击他们的时候会与帝国敌对，但是基本上当你把这些东西再给帝国送回去啊，并且把人放掉之后，哎，你跟帝国的好感度又能维持在一个中立的一个水平上了啊。就是0以上就是中立啊，然后我们就又可以进行下一次的授勋仪式了，如此往复啊。它的优点呢就是效率比较高，而且有概率的能拿到帝国的人身上带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装备啊。
当然，帝国的人大多数人都有这个制容器啊，比如说这种啊，就可能会把身上的衣服给烧掉，也不一定能拿得到啊，但是有概率是能拿到。比如说动力甲啊，像这个人身上他就有这个动力甲，有可能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啊，缺点就是有可能小人会受伤，而且呢还要进行复杂的这个操作，还得养着他们啊，就很烦啊。那我们这次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几乎无损啊。你说有什么损伤呢？可能会损伤点吃的啊，就是你的食物要足够啊。你如果家里吃的不够，你就别用这个方案啊。这个家里要有一定的食物储量啊。那这个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把我们受勋的这个人选中他，然后我们选择世界，然后我们组建一个远征队啊，随便选一个点啊，就把我们要受勋的这个人选上啊。然后什么吃的也不用带啊，因为我们就是做个样子啊。隔壁老王有人隔壁老王找你啊！这虽然这边有授勋仪式，但是隔壁老王找你啊！哎，你看到他站到这个仪式点了啊？那只要站在这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开始授勋仪式，然后把其他的所有人都给他拉下来啊，其他所有人都不用参加啊，就只留他一个啊。我点击开始啊，虽然我告诉仪式官啊，对他这个大厨准备好了，一会儿就来啊，但是大厨被隔壁老王叫走了，然后大厨就走了，大家也不会真的参加授勋仪式，这个时候我们就取消远征啊。但是仪式官就信了。他就觉得啊，他说他要来，他真的就会来，他就会一直傻傻的站在这里等，他真的是傻傻站在这里等，他的带的这些随从都会去吃饭啊、睡觉啊，该干嘛干嘛，就只有他会傻傻的在这里等。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他的饮食条会降到0，然后他就会开始营养不良，降着就是极重，然后就会昏迷倒地。他一旦昏迷倒地呢，他手上拿的这根权杖以及身上的这2个启灵装置就会掉下来。掉在地上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就可以被我们捡走了，不会损失任何帝国的好感度啊，并且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人给他救回来。救回来之后呢，再把他救醒啊，就给他喂口吃的，他就救醒了。救醒了，他就直接可以走了。他走了，离开了这里呢，也不会有什么对帝国不利的影响。但是需要注意呢，这个中间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是有可能中断这个仪式的。一旦这个仪式被中断，你这个计策就实现不了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最大的一个不好的点在于它的稳定性相对来说差一点，而且时间消耗的比较长。这中间一旦来袭击或者来一些意外的事件，这个仪式关就有可能被中断啊，这个就跑掉了，我们就需要消耗更长的时间啊，这个是缺点。但是好处是除了食物以外，其他的什么都不消耗。你的装备很差，你一落地就这么干啊，都是可以的。装备很差都没关系啊，并不需要我们有任何的武力值和任何的强度啊，就可以完成这件事儿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打造出一个6级的灵能小人出来啊。我们来等待这个仪式官后边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这个仪式官身上有一个核能位的话啊，这个仪式官就不是什么好仪式官啊，可以考虑先把这次的授勋仪式给它取消掉、放弃掉，换一个仪式官再来。因为核能位它的饥饿速度是非常慢的啊，这个容易被打断的概率就更高了，不是很好啊，我建议就不要用了啊，这是额外需要多说的一点。这里就发生意外了，来了一群泥人老哥的自由民袭击啊！我估计这个仪式铁定是要被打断了。好不容易给这个老哥饿到这个差不多了，那可能还得再弄。我们先来看看这边有没有比较厉害的敌人啊，属性比较好的。我们在这里是可以把一些属性给它显示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特点啊、特性，我找一下。好，在杂项这里啊，可以把它的装备和它的这个技能 traits 给它显示出来啊，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找到。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比较厉害的老哥啊，是这个格斗者加坚韧啊，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卡姆啊，我们的食尸鬼的小人或者是近战的小人啊，是不错的。然后看看他们都是部落老哥啊，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这个崩溃艺术家加急行者，这也不错啊。严重神经质的崩溃艺术家，这有点太那个啥了，得看他的技能如何。我们可以在技能这里，比如说把这个手工技能也给他弄出来啊。这个严重神经质崩溃艺术家啊，不好说他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真的不太好说啊。这个也不错啊。
这也不错，水晶也不错啊。格斗者敏捷乐观，这也还行啊，这也还行啊，这人才还是不少的啊，老哥们里的人才是很多的啊。但是泥人老哥有自己的这个不好的局限性啊，所以在招选人才的时候还是得辩证着看啊。如果你招食尸鬼的话，我觉得泥人老哥肯定是很无敌的啊。不是食尸鬼的话，稍差一点啊。我们先把这些人啊都给他弄过来，然后机械体呢全都让他们去休息啊，或者他们会去开门啊。然后我们的心机男，我看看啊，心机男拿一把麻痹毒弩吧，给大家看一下麻痹毒弩的效果，之前没看过。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人啊往这边走了，原因主要就是我们之前把这个低温蓄兵舱给他占有了，所以他是来想去破坏那个家具的，所以他没有走这个阵地啊，这都无所谓啊，不是很重要。哎，他们竟然没走啊，那可能是因为在院子里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没走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留下来啊，再说啊。哎，他们敌人这就来了啊，这泥人老哥就来了。我们看我们身上应该是有冲击枪的，一会儿看到人才我们直接就给他留下。可是现在版本由于我们有手工专家了，这崩溃艺术家没有这么值钱了，严重神经质啊，严重神经质。不过这个人这个属性刷起来刷在一起，其实是挺极品的一个小人啊，真的挺极品的一个小人。留下了啊，留下了，我们来刷刷看啊。但是他崩溃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很强的啊，这个怎么说呢？不好说。来吧，忍耐兄，忍耐兄啊，脑子伤没伤？脑子没伤啊，但是也快死了，也快死了。我们的战斗打太久的话，他可能就活不下来啊。好，这波泥人老哥就完全全歼了啊！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阵地的强度啊，这种部落的泥人老哥的袭击啊，以前我们是很害怕的，但是有了这个阵地以后，现在就零伤亡啊，毫无伤亡，全歼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甚至可以出去追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这个门的设计就是为了去追这些敌人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追他们啊。去追之前呢，麻痹毒弩我刚才没给大家仔细看啊。其实就是给敌人一个麻痹的效果啊，不是很厉害啊，不是很厉害。我就之后可能考虑就给他们卖掉了啊，就是前期的一个玩具，如果前面能拿到呢，用一用还可以。那我们的这个不尸官的营养不良到达严重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就存一个档，因为有小概率啊，这个不尸官的营养不良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直接就仪式失败，就直接走了。当然也有可能不受影响，我到现在没摸清楚这个失败的原因是啥。如果失败了就读个档回来啊，只要他的这个营养不良能到70以上，基本上就稳了，80应该倒地了吧？还不倒，再不倒救不回来。好，倒了。一旦倒了之后呢，这个任务失败就会弹出来，然后这个飞机就飞走了，然后掉在我们家地上的东西就归我们了，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好人好事儿啊。你说是一个老太太在我们家晕倒了，不救也不合适啊，我们就把她扶起来，我们这纯属是人道主义搀扶啊，给她搀起来。搀起来之后呢，由于这老太太她有绝味，她有可能不吃我家的这个食物啊，所以我们得给它改一下这个配方，然后我们去喂一下啊。你如果家里没有这个精致食物，有可能你还喂不了它呢。它应该是吃这个干肉饼的，你实在没有东西喂，你喂干肉饼也可以啊。接下来我们把地热给它出掉，好，我们给它喂一口啊，只要喂一口，它其实就是太饿，血糖太低啊，这就起来了啊。
然后这个灵能装置呢，我建议先别着急给你的这个有爵位的小人用啊，先给其他人用。你给你有爵位的小人用，你把他的灵能填满了之后，你这个收金仪式我没试过啊，那我担心会有影响啊，所以我建议还是先把你其他想要就是变成灵能的小人先去构筑他们的启灵神经啊。然后小米这里会把这个灵能能力啊都有哪些，不同等级都有哪些，然后哪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列一下。如果你想去 SL 呢，这个时候你记得去存一个档，我这里就不 SL 了，能是啥就是啥啊。这边恒星狭缝啊，欢欣之哇塞，真是烂中之烂啊，烂中之烂。然后这个灵能权杖啊，喜欢你可以留下来，不喜欢你可以给它直接就是送帝国啊，加好感度。这个东西主要的好处就在于它加58%的心灵敏感度，心灵敏感度越高呢，你的这个心灵伤的阈值越高啊。你心灵伤阈值越高，就代表着你蓝条越长，你蓝条越长，你能在一次时间内放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放的这个技能数量就越多啊，这个就越好啊。我呢可以，因为我们有模组啊，我们小人是可以带很多的副武器的啊。我直接呢就先把这个权杖装上，然后我们切成我们自己的这个突击步枪啊，然后把他身上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武器，怎么整这么多这玩意儿？估计是要给远征队用的啊，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给弄掉啊。就让他身上揣着这个灵智权杖啊，万一要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啊，就临时掏出来用一用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记得给你的这个小人呢放一个这个冥想点啊。冥想点呢，因为我们的小人绝大多数是艺术的，你可以考虑在这个屋子里多造几个雕像啊，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冥想的效率啊。放了冥想点之后，你们记得要绑定我们的小人啊，让他去冥想就可以了。然后这老太太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马上就可以接下一次的这个任务，下一次帝国的授权任务啊，我们稍微等一会儿。你看这边又能接了对吧？我们就别停啊，直接再接啊。这下一波这是不是就又来了啊？又来了，我们再就是同理啊，再选中我们的大厨啊，组建远征队啊，再说隔壁老王叫你回家吃饭啊，我们就让他再回去一下啊，再去吃个饭。好，这次来的好像是个壮汉一样。然后我们再选择开始授勋仪式，把其他人全都给他弄下来啊，然后开始啊，然后他这个问号消掉，然后我们取消远征，结束，然后再等下一个人啊，下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们这里来购物一下啊，邻居家没刷出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啊，我们先买上几个高级零件，我们尽量把钱花光。卖蘑菇布我们就全都拿走，自己种的话周期非常的久啊，能看到能买就买，也不贵啊。然后我买了这个跳跃背包的蓝图来增加我们其他小人的机动性。其他的群体混乱折跃我不太喜欢这个技能啊，它的作用我觉得唯一的就是当敌人都处在掩体后面的时候，我们把它们折跃到掩体前面来，就我觉得只能想到这么一个用途啊，因为它是混乱的，我们是不能选择折跃地点的，而且它的心灵伤消耗的值特别的大啊，不是很好用，我就不买了，我觉得不太好啊。其他的这里买了一个蘑菇布的仪式兜帽，买了2把这个速烂枪啊，就还买了一个蘑菇布的防晒大衣，良好的还可以啊，不是特别贵，我就买下了，就是这些。Tomorrow。这边作战贸易商来了，我们买一个这个基因组心灵伴侣的这个基因啊，这个基因挺难见的，挺难得一见的，还是挺有用的，我们把这个买下来。其他的东西都比较一般啊，没什么特别好的，就算了。然后基因来了之后呢，基因是必须储藏在我们的这个基因柜里的。完了，这个科技咱还没研究啊。没研究这个科技啊，我怎么记得我研究了呢？没有啊，没研究。那我们得赶紧给它研究了啊，否则这个基因很快就会坏掉啊。基因的科技在这儿，我的天啊，差这么多吗？一种遗传学解锁就可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能放多久啊？5天就会坏，好，5天就会坏。5天能不能行吧？实在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们得一库的玫瑰包也还可以啊，它也不是很贵。
时间还没有过了多久啊，我们这边就又来了一群乌海种的围攻啊，有点烦的啊。但是这边有一对商人老哥啊，我们也不是没办法啊。我们之前不是有盟友吗？是时候让盟友发挥作用了。其实围攻最大的一个难点在于要让他们发起攻击啊。我们这边，哎呦，他无法做社交，感谢。我换一个人，是一涵呢。呼叫一下我的盟友啊，我们只要让他发起攻击就好了。他们落地之后呢，会选一块地方啊，选一块地方开始做这个迫击炮的东西啊。我们先请求军事支援啊，然后我们的是吧，老哥就会派部队来，他们会主动过来打他们的。这里任务失败是因为我们这边开打了，那这次没有办法，就失败就只能失败了，就不管他。你看他们会搞一个阵地啊，上一次我们记得是让虫族啊，直接就给他打了，这些阵地都没落下来啊，导致这个我们都没赚到他们这些好东西啊。但这把就不一样了啊，这把呢我们就让老哥们去啊。这个现在的游戏版本我们自己去解这个围攻不好解了。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这个围攻是只有一个小人去建造这些东西，一来是建得慢，二来是只要把建的这个小人给他打掉了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的阵地发起攻击，很好解啊。现在不是了，现在好几个人一起造，而且造速很快啊，所以这迫击炮一会儿不见就造好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打起来。哎，然后我我们的好兄弟啊，这就准备逃跑了，没咋地呢，就准备逃跑了，但逃跑也没关系啊。主要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开始进攻了啊，他们开始进攻了，我们就好办，我们就开始准备在阵地里啊，准备啊。但是需要额外注意一点的就是这个乌海种啊，这个乌海种他们身上会拿这个东西叫做这个毒气背包，他们人手里还有的人还拿着这个毒气弹啊，就会往外扔这个毒气的手雷。这个毒啊，对我们来封闭阵地来说是一个比较克制的一个东西啊。但是我们这外面还有一队商人啊，未必需要我们出手啊。先看看他们跟商人打的如何。哦，又遇上了这个帝国，哎，得了，不用，我睡觉了。哎。这也赖我呀！不士官死了就赖我是吧？这属于碰瓷儿了，温柔的鸭也失败了。你这属于碰瓷儿了，那这几只鸭我们可以给它宰了。这几只鸭一会儿给它宰了，报复性宰杀。当然，3队人帮我们啊，但是好在这个那个啥了，哎，还有一个活的啊，很好啊。我们一会儿去救这个活的。不会吧？这么多3批都打不过吗？应该快退了。这波商人的打完再不退就不应该了。主要是商人会开我们的门啊，有可能把他们引进来啊。走，他们走了啊。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先把他救回来。俘虏。啊，这边有没有活人？哎呦，这都好东西啊！赶紧救一救。这把财富炸了啊！这再来一波就有点爆炸。哎。哇，有眼力劲儿啊，有眼力劲儿！现在这个 AI 智商挺高的啊，还消耗了个互动背包啊，可以，挺有眼力劲儿，可以啊，可以。我这血赚啊，不损耗一兵一卒啊，这边还落下炮管、炸弹啊，反正我这把财富是铁定炸了，别的炸没炸我不知道，财富是铁定炸了。我们把这个标记允许啊，给它勾选上，把这些弄一下啊。这标记允许应该是模组的功能啊，原版好像没有啊。我之前有小伙伴问我来着啊，这个原版可能没有这个功能。把它救一下。跟帝国敌对了，我们得尽快把这个好感度给它弄上来啊，因为否则帝国的袭击特别难打啊。帝国的袭击超难弄的啊，最好赶紧。好，这个救回来的帝国的这个人呢，我们直接选择释放，让他走啊，这样还能稍微加一点好感。然后这些东西啊，没用的东西我们都赶紧寄给帝国啊，一是加我们自己的财富，二是把帝国的好感度尽可能的刷回来，我还得继续刷灵能等级呢。经过这都多少天了啊？我们现在游戏时间已经70天了，我觉得能有20-30天，我们的这个
游碧玉啊，带着我们的钢铁转化技能的这个外来者终于加入我们了。这么多天他都没有任何的响应啊，所以他身上肯定是没有这个金属异形的，可以放心的来用了啊，我们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好，我们让矿工把这两个体能装置学了，眩晕脉冲加折跃，这两个技能就好用多了啊。然后把这个东西搬回去，然后我们之前买的一些技能也就可以学起来了。我们之前买的这个麻痹，还有这个狂暴脉冲，狂脉冲应该是5级的啊，5级还是6级我忘了，反正4级应该还学不了，我们先试一下，学不了的也没关系啊。比如说，麻痹我们先学，这是10血啊。麻痹我们先学掉啊，然后这个学狂暴脉冲，他告诉我们不足啊，不足也没关系啊，先学了。学了之后呢，我们这个角色这里就会有这个狂暴脉冲6级的，但是他现在释放不了啊，只当他启灵等级到了6以后，自然就可以释放了。我们这等于把一个6级的位置给他占住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现在又灰级迷雾了，我们先抓紧把帝国的好感刷回来。我这一期想把这个6级小人先给他做完啊，来结束我们这期视频。我们为帝国打包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先给帝国送过去啊，能加21点的好感度，还是有点太少了啊。接下来我们还得再继续给帝国多准备点东西啊，等这波这个东西消化完，应该差不多了。我们这边还有衣服啊正在做。此外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之前的超级仿人腿给我们的矿工用上了，他将是我们之后的灵能小人嘛，先给他来用啊。然后我们也开始要准备给我们的食尸鬼打造属于他们的这个仿生体了，就是食尸鬼假体这几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都要在我们的这个活铁锻造台里才能做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活铁锻造台啊。活铁塑造台这里做出来啊，然后准备为这里做准备。这里这个之前救回来的这个囚犯，我们给他放走了，让他顺利的离开我们的这个地图啊。我们还可以再跟帝国稍微的加一点好感啊。好，走掉了，又加了15点好感啊，还可以。危机迷雾啊，应该快过去了。我们再做一个运输舱啊，准备再投一点东西过去啊。好，血清合成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吸血鬼复活了啊，之后就可以做吸血鬼复活血清了。这个灵智权杖啊，上一次没有给它放进去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吧，一会儿跟其他的这个死人的衣服啊，包括一些这个衣服一起投送出去。然后这边的这个房间做好的，我们要扩大一下我们这里的做这个机器人的房间了啊。2级机器人的科技我们已经解锁了挺长时间了，但是一直还没有做啊。我们也打算把这里给它做好。这两个东西暂时用不上了，可以给它断电了啊。我们来生产一下生物技术科技里边的这个大型的培育器啊，先造一个，然后大型的充电站啊也造一个，然后还有我们的传奇作品，传奇紧身胸衣啊，不管啊。这边有人狂暴了，看看他是无所谓的人啊，无所谓的人就爱射击就射击吧啊，没关系。主要是我们比较重要的这些小人不要死掉了啊，他们不死，其他人都无所谓。好，我们加速啊。一种遗传学好了，我们可以储存我们的基因了，再来继续解锁一下基因处理器啊。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房间里先把这个造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库啊，这个东西是必须通电的。一旦断电了呢，会影响这个基因的保存。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基因还有多少的耐久啊？这个，还挺多的。这里是减5每天啊，不是说5天就坏了，那20天足够了，足够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准备好。活铁制造台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活铁的装备啊。首先，仪式兜帽我们其实是可以自己做的。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蘑菇布以后，可以给他们列装这个蘑菇布的仪式兜帽，要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头盔要好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这些食尸鬼的这些物品啊。首先是护板，
副板呢能够提高我们的食尸鬼的承伤能力啊，可以看一下，它可以让我们的承伤系数直接乘以50%，就可以理解为能承受多1倍的伤害。这个是跟坚韧叠加的，这个是必做的，但是它比较贵啊，它要70活铁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食尸鬼钩刺啊，钩刺的话呢，它是能够提供我们食尸鬼的近战伤害系数，就加150%的这个是乘150%的伤害啊，这个应该也是必做的，35活铁啊，这加起来105。然后就是这3个心脏。3个心脏分别是激素心脏、酸液心脏和钢血心脏啊。激素心脏呢，可以给我们的食尸鬼一个技能啊，就是可以理解为类似一个小狂暴的这样的一个技能。这个技能的 CD 很短啊，但是它加15的饥饿率啊，这是稍微有点不好的啊。这是这个心脏。然后呢，还有剩下的，比如说这个酸液心脏和钢血心脏啊。酸液心脏就理解为就像是我们小人的一个酸液吞吐的那个能力啊，就像食尸鬼也会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只有前期用比较厉害啊，后边就意义不大，我们就不用了啊。然后就是这个钢血心脏，钢血心脏呢，它减移动速度，这是我觉得最致命的啊，并且呢，这个钢血心脏呢是完全可以被我们的这个钢血的血清，我们之前买过一个，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钢血血清给替代的啊。它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食尸鬼能抵抗更多的这个伤害啊，然后但是对火焰更为脆弱，这个东西也是叠加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战前给食尸鬼来用啊，就没有必要，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没有别的答案啊，基本来说就是做这个激素心脏啊，但是它会加这个食尸鬼的饥饿速度，这个一套加在一起呢135的活铁啊，刚刚好，我们还剩下135的活铁，就全都用在这一个食尸鬼上了。其实活铁不够，可以去找这个幽魂刷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这里时间这个回溯的技能一旦好了，时间吞噬的这个 CD 一旦好了，我们就继续啊。但是需要注意啊，你的小人卷入这个时间吞噬的这个仪式之后，有一个心情惩罚啊。但我们现在心情还可以啊，问题不大。我们先要把他们身上的疤给它去掉是比较重要的。好，时间吞噬完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人的需求里面啊。时间吞噬后的沮丧会减3点的心情啊，问题不是很大。好，这边造的差不多了，我们再来给帝国寄一批东西啊，我们要抓紧去为我们的灵能小人做准备。Several days later， 看一下我们的老大啊，三件套件做好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属性现在变成什么样了。首先看移动速度，因为有这2个食尸鬼假体的原因啊，这2个假体减的速度减的还是很多的啊，导致我们现在的移动速度最终只有 4.55 啊，相对还是差了。最完美的食尸鬼呢，还是应该有2个血肉胳膊，再加上2个超凡法杖腿啊，但是太贵了。这个速度呢，暂时还可以啊，也够用了。主要是这个承伤系数只有原来的变成19%啊，非常的强劲啊。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近战的伤害系数变成了150%啊，然后我们的老大呢，现在如果给他征召的话，会有一个食尸鬼狂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它可以短时间内增加我们的这个移动速度啊，冷却时间是0.7个小时，持续时间15秒，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下试一下啊。然后它就有了一个这个食尸鬼狂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直接加4点的移动速度，加完这4点移动速度之后呢，移动速度来到了8.55格每秒啊。虽然说是这个 CD 稍微那个啥了一点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啊，这个 CD 还可以啊。你看这边没多长时间又可以再用了啊，15秒跟这个0.7个小时差的并不是很多啊，就稍微差一点点，几乎可以认为这个技能可以一直用啊，还是非常好的。好家伙，没过多长时间啊，又来了血肉兽袭击啊！这个袭击是四面八方的啊，有这个坑洞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哪个位置吧。这里最好就不要再出去了啊，把我们的机械体全都叫回去。这边有很多个坑啊。这个血肉兽呢，对我们来说还是挺克制的，因为这个血肉兽在如果是那种3爪的血肉兽啊，它是会炸开的，炸开了有可能炸到我们的阵地里边来啊，对我们的小人的伤害就比较大了啊。这个的确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克制的一种袭击啊。
对阵地来说不是很友好啊。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坑洞啊，这个坑洞我们可以选择手动填平它，但是在填平之前呢，它会在一段时间里不断的冒出这种血肉兽来啊。血肉兽分为很多种的，可以理解为等级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啊。这里如果我们要有那个新的那个武器啊，就是那个叫做地狱的那个叫什么地狱猫，不是地狱猫步枪啊，应该是焚尽者，有这个焚尽者会好打很多啊。哇，这个血肉兽点数这么高啊，好多人啊。这个点数的血肉兽叫好兄弟用处不大了，好兄弟用来触发袭击还可以啊，用来打这个实在是不怎么够看啊。然后血肉兽是有概率去打这个门的啊。这个有点烦，看一下我们这个门啊，这个时候最好找一个小人站在我们的这个门后边啊，站在门后边啊，它就有一定的威胁度，有威胁度，这个敌人可能就会走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怎么样啊？矿工的这个位置不太好，然后我们开一下射手指令，这个位置其实也不好，这两个射击位不算是一个好的射击位啊。就是视野比较窄啊，然后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三爪兽，它死了之后就会弹出3个小的这个单爪兽出来啊，就有可能弹到我们的这个墙里头来啊，这个是最讨厌的。然后这个双爪兽是一个远程单位啊，单爪兽就很脆啊，就随便打一打就能死掉。看一下他们在哪里啊，他们有可能会打我的门啊，看看还可以，问题不太大。最讨厌的还应该是排山鬼啊，排山鬼大军啊，这个是最恶心的。暂时还可以啊，但是这个点数还是挺高的啊。看到这边就炸进来了啊，炸进来了没办法，就只能让我们的食尸鬼来扛。好，至此呢，血肉兽就打完了，坏了好多墙啊，然后我们的阿白血量也不足了。刚才有囚犯狂暴了，被其他人给打死了啊。少了一个囚犯，我们选择填平这些坑洞啊，让他们把它填平，防止有更多的血肉兽冒出来啊，然后其他人解散啊。这里让他们先吃口饭啊，然后这里边有活着的血肉兽啊，把它去俘虏掉。我们家里能研究的这个单位不是很多了，把它俘虏一下。好，经过我们再次给帝国发射礼物啊，我们帝国的欢喜终于好了起来啊，已经到达0以上了，又可以进行后续的任务了啊。我们一会儿看一下，一会儿还能刷出我们的这个大厨的荣誉授勋任务，我们再来继续刷我们的帝国的这个启动装置。这边刷出了一只隐形魔啊，这种随机的隐形魔袭击其实挺烦的，因为一旦不能快速的把它处理掉的话，会触发，就是这个会触发隐形魔尖效啊，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来大量的隐形魔啊，就有点讨厌啊。隐形魔这个东西难打都不难打，就是很烦啊，就是很烦。你如果担心的话，可以考虑在你的殖民地里到处都布上那个这个前行探测器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帮助不大啊。行吧，一会儿要打隐形魔了。这边刷了一个飞船坠毁的任务啊，但是我们现在在等它晕倒啊，就不节外生枝了，不接了。我们这边2级的这个培育机造好了，2级的机械体包括这4种啊：掘进机、飞唐、炙炎和这个歇春。其中前3个都是典型的这个敌人打我们厉害，我们打敌人非常菜的一些机械装备、机械这个单位啊。只有这个掘进机可堪一用啊，但也只限于可堪一用啊。你说它特别厉害呢，倒也不至于。这掘进机呢有几种好处啊，一是它可以去挖矿，之后我们会有一个
意向任务、意向 DLC 里会有一个深坑啊，那个深坑我们可以下去，在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矿物可以开采啊。这个掘进机可以下去开矿，这是其一。其二呢，它可以当这个驮运动物使啊，它的这个驮运的重量上限特别的高，但是你真拿它去这个远征什么的，其实它速度太慢了啊，一般来说不这么干啊。然后它能当一个比较肉的前排啊，在你如果没有这个食尸鬼的时候，你拿它当前排也还不错啊。我们就造2个吧，不多造了啊，造2个看一看。然后这个掘印机用的这个4级核心啊，是在我们的这个插分扫描仪里选择开始扫描之后啊，小人会往里面放材料啊，需要50个钢铁和4个零件啊。放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置入人员啊。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拿囚犯去扫描啊，扫描会给囚犯一个debuff 啊，长时间的一个心情的和这个意识上的一个 debuff 啊，不要用自己人去扫描啊，扫描完之后呢，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芯片了。会有点麻烦了，我们碰上了猎杀人类的狮子啊，还有这个隐身魔的袭击啊！看看隐身魔不知道刷在哪里了。这边提示了，但是没有看到隐形魔在的位置啊。隐形魔现身，哦，他们打起来了，这倒反而是好事儿了啊！哇，你可以看一下啊，这边隐形魔尖笑刷出来的隐形魔数量究竟有多少啊？这里 Smart Speed 的这个模组右键选择，这里是可以调整你这是不是要有这个固定的倍速减程的啊。我这边刚才取消了这个减速啊，现在我们给它放回来。这边还有不断的隐形魔啊。然后我们的文士官还没有倒地啊，我们的副士官还没有倒地。现在游戏到了中期啊，事情就多了起来啊！完了，又来奸笑了，这就是最烦的，他会一波接一波的刷，一波接一波的刷，特别的讨厌啊！我们还得抓紧把这些狮子处理一下，如果不处理这些狮子的话，之后他们离开会被狮子打的，我又要损失大量的物资去跟帝国刷好感，很烦啊！让我们移动速度最快的老大出去引一波啊！又有隐形魔来了，坏了！这隐形魔没完没了了，特别的讨厌啊！我们赶紧把食尸鬼叫过来啊！这个第一咱也不蹦了啊，不蹦迪了，赶紧！因为这隐形魔一旦大规模的进来是非常的讨厌的啊！现身了，我们把这个机械体全都叫走。已经进来了啊，没有办法了。帝国的人还在这里啊，这个文书官还没醒过来啊，那没办法了，只能当着他们面打了。他们有可能会参与的，这个是有可能的。铲除妖，来，往这边躲啊。铲除瑶的话，实在不行要刻一个活力水，否则有可能会被围死啊。先不急啊，先去解决别的。
放弓往后撤，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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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克了活力水往外走，加油！阿布去帮忙，快走，快走，快走！好，出来了，出来了，问题不大。看一下健康啊，活力很难受啊，他穿了冻皮甲，所以走得很慢啊，问题不大。数量非常的多啊，真的非常的多。阿布，快来帮忙！金鸡男，看一下，问题不太大啊。老大，老大。好，看看还有没有啊？貌似结束了啊，貌似结束了。但你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损失还是挺大的。要不是有帝国的人刚好也在的话，我们这一波就很不好处理啊。然后经过这2波袭击之后，我们的冷库彻底炸了啊！一波这个血肉兽，2波这个隐形魔，还有一波这个猎杀人类的狮子啊，真的是彻底炸了。哇，后边还有啊，还有。阿白别死了，阿白往外走一走。你们再来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好啊，食尸鬼先别急着回去了，我们就在这里等一等吧。但是这波尸体呢，可以用来我们之后做这个死灵阵做准备了啊。我们的尸体呢，现在已经考虑不去往这个地方去送了啊，这个树这儿送了。我们把这个删掉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那个死灵阵像最重要的这个科技啊，还得等啊，还得等啊！没有那个科技，一旦刷这个死灵迷雾的话，我们很讨厌，我们现在很头疼啊，所以现在暂时还用不了这个尸体啊，否则这些美洲狮的尸体可以用起来了，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小问题。来不及去解决这个事儿啊，先赶紧把这些尸体解决一下。这个隐身魔的点数很低的啊，收容点数很低，这个产出也不高，我们就不收容了，我们直接就杀了，价值不大。注意啊，搬运这种腐烂尸体的任务最好不要让你殖民地的小人去做啊，因为他有可能会得这个肺瘟的啊。肺瘟还是挺不好痊愈的，能不做我们尽量就少做一些。我们把这个搬运的任务，优先级调的低一点啊，尽量让你的搬运机去做。然后我们的机械师啊，给他换了一个头盔啊，这是没有办法，必须换啊，因为我们的带宽已经满了，培育不出掘进机了。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机械师头盔，指挥官头盔啊，在我们的这个加工台这里做啊，在下面这里需要花掉我们之前用的这个同步信号芯片加60的玻璃钢啊，能加我们6点的带宽啊。有了这个带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了。那我们现在又缺玻璃钢了，我们一直在等这个地质扫描仪扫这个玻璃钢，一直都没有出来啊。那没办法，只能让它扫啊。这个地质扫描仪跟我们的远距离扫描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扫什么东西都是比较随机的，是不好这个人为控制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来把我们的启灵等级正式的给它提高到6级啊，看一下。隐身，这是神技啊，隐身神技会了。我看一下我之前因为学了一个6级的，它这里好像没刷出来啊，看看给了什么。难道是被顶掉了吗？是这样的吗？啊，我还以为能白嫖一个，那我提前学了这一级就白用了。是这样的，完了，亏了。
但是没事儿啊，不是很重要啊。但是我们的6级灵能小人这样就培育完成了，虽然稍微的亏了一点点啊，但是还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灵能刷起来其实很简单啊。相信看完这一期视频之后，大家都已经会了如何去刷新这个灵能能力啊。亏了呀，有点难受呀。行，继续我们的地热发电机啊，这样基因相关的科技我们也研究好了啊。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赶紧把我们的财富和把这些东西给它压下去啊！现在已经12万了，有点吓人啊！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这种连续的12万财富的袭击啊！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很吃力了啊！我们一是要继续赶紧招人啊，看一下我们的折月绑架能不能用啊？主要是火铁的数量看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们出去贸易一波吧。我们隔壁的邻居又刷新了，我们让这个把家里的这些东西拿出去卖卖啊，刚好也买一些玻璃钢回来啊，现在暂时还扫描不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都卖什么东西啊。首先把我们的东西都卖掉，大概有3000多块。我这里买了一个心灵抚慰发人器，然后心灵震颤是6级能技能，也是一个很强力的技能啊，但是基本上很少用啊，因为一出这个技能基本上就是逆转战局的一个技能啊，一个形式啊，我们就买一个以备不时之需啊。剩下的我们来买玻璃钢，玻璃钢相对来说算是比较轻的物品啊，是可以通过远征贸易去买的。213个玻璃钢我们全都买掉啊，然后剩下的我们就买这个中性胺好了。中性胺化合燃料我们自己来做啊，不买了。我们零件300来块钱啊，就差不多了。好，我们可以回去了。好，那本期视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一期教大家如何做了一个6级的灵能小人啊，虽然稍微亏了一个潜灵装置啊，但大家知道别那么提前去学啊。我以为可以省一个，结果反而亏了一个，就有点那个啥。但实际上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可以反复刷的。我这个档只会有最多2个吧啊。这个灵能小人是为了把他的爵位提升上来啊，这个就是提前打造一个尖兵啊，为我们后边万一有一些不好解决的战斗，来提前做一些准备啊。更多的灵能小人我们就不出了，因为灵能的小人实在太多的，之后边的这个游戏难度直线下降，就可玩性就变低了啊，强度非常的高啊。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不要给小米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